今天的主题非常简单，新手炸厨房第一课：调料。不是每个做饭的都要当大厨，不是每个厨房都有个美食博主。化繁为简，15件基础调味品就能把厨房玩个底朝天。那故事就从认识他们开始。首先是必不可少的料理2件套，甜咸组合。先说盐，提供单纯的咸味，但现在多数调料自带盐分，使用频率并不算高。相比之下，糖就显得格外多才多艺。除了甜味，它的调色、定型、增香各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顺便提一嘴味精，我知道很多人排斥它，但在我有限的认知里，它还是很健康安全的存在，而且对于新手而言，可以极大的提高做饭成功率。接下来是中餐的灵魂，酱油2兄弟，生抽、老抽。不想说的太复杂，简而言之，生抽颜色淡，口味好，多用作调味；老抽颜色深，单吃味道奇怪，几乎只用来调色。而少数未做区分的酱油，则默认为生抽使用。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做豉油的调料，可以理解为带甜味的温柔版酱油，在需要保留食材原味的场合，比如白灼、清蒸，替代酱油使用会有更好的表现。酸味代表醋，有白醋和黑醋之分。除了对颜色有特殊要求的菜色，黑醋的味道和香气都远胜于白醋。日常使用一瓶陈醋或者香醋就足够了。然后是辣味区，我只推荐最基础的辣椒粉，油泼一下就是辣椒油，混进蒜泥、糯米粉就是辣椒酱，实用、百搭、好保存。蚝油，万能调味品，口味鲜甜，咸度适中，食用场合和酱油类似，甚至可以相互替换，几乎可以用于除甜品外的所有味型。西餐调味我只推荐一个，番茄沙司，带果味的酸甜，虽是舶来品，却和酱油意外的搭调，传统糖醋场合都可以完美融入，而且不增添额外的盐分，小白手抖一下也不会毁菜，非常好用。酱料区备齐3大金刚，豆瓣酱、黄豆酱、甜面酱，基本可以通关酱香味型。食用上有个共通点，调味前都需要热油炒过才能激发出香气，所以在大肉重油的菜色里表现加倍。酒，去腥扛把子，加热后挥发，味道不算明显，料酒偏酸，米酒偏甜，使用场合不同，大家按需选择。最后谈一下淀粉，基本无味，但在口感调整上作用巨大，勾芡、上浆、脆皮、挂糊都离不开它，而且兄弟姐妹众多，展开讲能单出一集。不想听长篇大论的，就买土豆淀粉，也许不是单科第一，但基本门门都有80。以上就是我推荐的15件新手下厨调味套组，但实践才能出真知。接下来我来用它们调出9个常用的家常味型，帮助大家理解。第一道，家常菜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组合，酱油加糖加酒。为了做出浓稠的口感，再加一勺水淀粉搅拌均匀，照烧酱就调好了。平日里回家不想太费功夫，简单对付一口的时候，煎2颗荷包蛋或者鸡排，把这碗酱汁倒进去，加热个3分钟，收汁到浓稠，盖在白饭上就能享用了。而且这个甜咸的酱汁用法很多，可以烧茄子、烧豆腐，去掉淀粉就能做红烧肉、3杯鸡。论实用性，绝对是小白必学酱汁第1名。说到下班对付一口，我还有个巨简单的祖传酸汤必须安利一下：蒜末、葱花、小米辣和辣椒粉，用热油一泼就是现做红油，再加入生抽、香醋、蚝油，用开水兑开，5分钟急速酸辣汤就搞定了。怎么吃呢？放面条就是酸汤面，配水饺就是酸汤汤饺，下粉丝就是酸辣粉，酸爽热辣，重口开胃，有效缓解和抠搜老板斗智斗勇1天后的精神疲劳，推荐给时间宝贵的打工族们。第3道，我们来调每个小孩都无法抗拒的茄汁糖醋。3大勺番茄沙司做基底，砂糖、陈醋强化酸甜，生抽增加层次，水淀粉收尾。本身酸味具有解腻的作用，所以这个酱汁和炸物特别搭。比如说炸虾，新鲜虾仁里加大葱、料酒去腥，直接舀2大勺淀粉，再打1颗鸡蛋，抓匀让虾肉包裹上粉浆，中高火下入油锅，5分钟炸出脆壳，就得到了现吃也很不错的虾球。留下一点底油，把之前调好的酱汁煮开，和炸虾搅拌均匀，
这道茄汁虾仁就做好了。我认为糖醋是一种幼稚的味型，它就像刻在基因里一样，会吸引人类幼崽和室友主动觅食，不需要多少人生阅历就会喜欢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果味十足。学会之后做糖醋里脊、茄汁排条，成为孩子王指日可待。第4道，我们来调鱼香汁。正宗就不要想了，你肯定买不到鱼辣子。家常菜的第一原则是有啥用啥，糖醋、味精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淀粉调成料汁。难买的鱼辣子就用豆瓣酱代替，和之前说的一样，单独油炒，高火和姜蒜一起爆出红油备用。今天要做的是鱼香肉丝，猪肉丝里加料酒、蛋清还有淀粉抓匀上浆，直接入红油花炒到变色，不要全熟，稍稍有点变色就把胡萝卜丝、青椒丝、木耳丝一起放进来炒软，最后倒入事先调好的料汁，收浓到锅底见油不见水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家常做法和正经鱼香肯定有差距，但因为卖相过于出色，味道接受度奇高，广泛流传于各大高校和企业食堂。学会之后还能解锁鱼香烘蛋、鱼香茄子、鱼香万物，无论是朋友会餐还是家庭聚会都倍儿有面子。连做4道重口料汁，第5道来个小清新，适合自律党的万能捞汁。生抽打底，蚝油增鲜，醋是重点，多放，剩下的就都交给香辛料，大蒜、洋葱、芝麻、小米辣。不控制油量的就再来点红油或者麻椒油。这个捞汁可以凉拌万物，煮一锅开水，加点料酒，下毛肚烫个10秒钟捞出，再烫点贡菜、魔芋补充纤维素和膳食纤维，同样1分钟煮熟捞出，最后再来点香菜，倒入料汁，搞定。自从上期健康餐减肥之后，我最近莫名其妙开始了撸铁，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捞汁，咸鲜微辣，爽口又无负担。除了我举例的毛肚、贡菜，平日里泡点海鲜、溏心蛋都非常棒，比沙拉里全是油的蛋黄酱不知道好多少，是适合中国胃的减脂餐。还没结束，还有一款清新酱汁不容错过。葱姜丝打底，红椒只为配色，不重要。滚烫的热油现泼激发香气，倒入大量的豉油和1小勺蚝油，搅拌均匀。这就是经典的白灼汁。我最喜欢的用法就是用来搭配蒸鱼，巧了，正好有条多鲍鱼。倒点料酒，用姜片擦一擦，做个简单的马杀鸡去腥。放入蒸笼，水开后上气蒸10分钟到全熟。吃之前再淋上酱汁就可以了。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调味，柔和的豉油鲜和葱油香，低调不抢戏，鱼肉的鲜甜无限放大。只要是强调食材本味的料理，像白斩鸡、蒸汽海鲜，你都可以放心的交给这款白灼汁。第7道，我们来做麻辣拌，必不可少抽到糊嘴的麻酱。芝麻酱或者花生酱用热水搅开备用。然后是辣油、干碟料加葱花、蒜末，泼上热油，搅拌均匀。生抽、蚝油、砂糖、香醋、味精、盐，调好味道，加上卸开的麻酱，就是一份完整的酱汁。做菜的部分没有技巧，选择任意你喜欢的食材，比如说土豆、藕片、莴笋、面条，全部煮熟就可以了。除非你有肥牛之类会产生血沫的配菜，稍微麻烦点，需要单独焯熟，避免污染。全部放到大碗里，加点香菜就可以开拌了。红油、麻酱全部放下去，充分搅匀，让食材的每一个角落都包裹酱汁，撒上芝麻，搞定。同样是拌菜，这是捞汁的另一个极端，有种罪恶并且不知死活的好吃。巨浓郁的芝麻和辣油香，加上碳水无敌，1秒满足，而且异常管饱。就算只有光面，拌上这个料汁，加点酸豆角、萝卜干，都会有热干面的即视感，非常实用。最后，我们来玩一下酱香味型。调味分2碗准备，1碗放需要单独油炒的黄豆酱、甜面酱、豆瓣酱，另一碗放炖煮时需要的酱油、蚝油、白糖和盐。酱炖在宴席中通常都是家常料理，所以我准备了成堆的脊骨、扇骨，各种骨来馋死你们。冷水浸过食材，加入料酒，小火慢慢加热，等血沫浮出，把骨头取出洗净备用。另起一锅，多放油，保持中火，下入酱碗和葱姜蒜粒，持续翻炒，炒出红油和香气，就可以放入焯过水的骨头和配菜的土豆洋葱，加水漫过食材，再倒入另一碗的料汁，就可以开炖了。
对不起，我对分量没什么概念，我换口锅。盖上盖子，静等1个小时。最后装饰紫苏、芝麻和辣椒丝，这道土豆炖脊骨就做好了。这一盆不要说家庭聚餐，饭店里最少200，但自己做，焯水、炒酱加炖，3步80块钱搞定。我没有放香料，3重复合酱香和肉香更加突出。炖鱼、炖肉、炖豆腐、炖豆角，想到的都能炖。你们先看着，室友好像饿晕过去了，我抢救一下。这个配方稍微调整一下，还可以做成蘸酱。重点是如何降低咸度，并且保持浓稠。豆瓣酱用番茄沙司代替，去掉酱油，加水稀释，再加淀粉还原稠度，全部搅匀。锅里来点油，炒香蒜末，再倒入料汁，加热到浓稠就可以了。是不是眼熟？对，酱香饼刷的就是它，油香、咸鲜、厚重，微微一点酸甜，几乎可以和所有面食搭配。手抓饼、馒头、花卷，甚至是水饺。月末的时候煎个鸡蛋，沏2片菜叶子，馒头刷酱，一家就是一餐。等发了工资，手头宽裕，搞点炸鸡、烤串，配这个酱也是一绝。以上就是我们小白调味入门的全部内容。掌握这9个味型，基本可以在厨房横着走1年。但我还是要说，做饭不是做实验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会爆炸。最准的标尺永远是自己的舌头，多吃多试多犯错，理解了适量少许，才算把握到了精髓。下次我们再来玩玩香辛料、葱姜蒜、花椒大料，什么时候用，怎么用，感觉又可以唠很久。最后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爱吃又爱糊弄的小胖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